大家好，今日係2024年嘅10月30日啊！今日咧就係英國財政預算，咁啊工黨上台之後咧發表第一份財政預算，我就詳細同大家咧解讀一下對咩人有影響，同埋佢背後嘅財政哲學係點樣。嗱，今次咧就係工黨上台之後咧2個幾月啦，佢就不斷咁宣傳咧呢一個財政預算咧係最痛苦噶啦。咁今次加稅咧要加幾多稅咧？要加350億英鎊嘅稅。咁啊而佢亦都諗住慳翻50億英鎊，總共咧就係要製造400億英鎊出嚟。咁呢400億英鎊出嚟愛嚟做咩呢？有200億左右咧係愛嚟填翻原本嘅赤字，原本嘅赤字有超過200億英鎊。咁啊原本嘅赤字係點嚟嘅呢？保守黨咧就係減稅，佢就將呢個嘅12%嘅 National Insurance 呢個國民保險金由12%減到8%。咁呢個咧就製造咗大量嘅財赤。而其次咧就係增加咗開支。咁其實保守黨咧亦都喺執政嘅最後2-3年咧就加稅嘅。辛偉誠做財相嘅時候咧就開始加咗啲公司稅嘅嚇，啲公司稅咧就係由19%咧就加到25%嘅嚇，咁啊所以呢個亦都即係希望加啲做生意嘅人錢啦，但係咧一般打工仔咧就減啦，就由12%減到8%。咁雖然咧減即係各方面嘅稅咧，保守黨執政嘅時期都加，咁但係咧喺 G7 嚟講咧仍然係屬於最低嘅稅。咁啊呢個咧係英國引以為傲噶嘛。咁喺保守黨執政嗰10幾年咧，佢哋用嘅財政哲學係點樣咧？就叫做緊縮財政政策。因為保守黨執政嘅時期咧，佢哋就話：喂，以往咧工黨啦。即係10幾年前嘅工黨咧，貝理雅以嚟咧又打仗啦，然後又即係呢個嘅擴大咗好多嘅福利啦嚇，咁啊所以咧佢哋就話喂要慳翻啲錢喎，咁啊所以咧就用咗一個保守嘅方法咧去慳錢。咁點樣保守咧？就係地方嘅 budget， 譬如話呢個嘅地方嘅 council 啦，佢哋就要凍結咗佢哋嘅開支，凍結咗咧佢哋嘅資助，凍結咗撥款。咁啊但係問題咧，通脹每年都有噶嘛，你又凍結咗佢哋嘅撥款唔增加，即係代表咗咧佢哋嘅公營服務質素不斷下降。呢個第一。第二隻 NHS 咧同埋學校咧，亦都係咁樣嘅喎，就係佢哋嘅撥款比唔上起通脹，結果咧就係 NHS 嗰啲人啦，人手不足啦，人工好低啦。教師亦都係咁樣啦，成日罷工咯。咁啊大學咧亦都係啦，大學嘅撥款咧就好多年咧就冇增加過啦，唔單止冇增加過，學費亦都冇增加啦。所以咧大學咧就為咗要維持佢哋嘅營運，就要大量招收海外學生喎。因為海外學生咧係可以好貴噶嘛，可以係3萬磅、4萬磅一年噶嘛。你本地生咧幾千磅學費一年嘅啫嘛。咁所以咧好多嘅英國大學咧都為咗要生存咧，就只能夠招收海外學生啦。而即使最好嘅大學咧，美國有長春藤啦，英國有羅素集團嘅大學，羅素集團嘅大學咧都係咧要收呢個嘅海外生，譬如話 UCL 啊、King's College 啊，就不斷要收海外生啦，要維持翻佢研究同教學水平喎。呢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啊，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幾位得主都係出自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啦。咁你冇辦法噶喎，你要做研究，你要錢噶嘛，你就要透過咧海外生去維持啦。呢個係保守黨嘅財政哲學，就係要緊縮。咁緊縮咧，顯然易見，有咩人會受到打擊咧？就係基層啦，因為佢哋享用呢啲服務係最多嘅人嚟嘅。咁而讀公立學校嘅學生咧，佢哋嘅質素下降咗，一般人睇醫生咧，佢哋排隊長時間咗好多。咁但係有咩人有好處咧？就因為佢緊縮咗開支嘛，佢就唔可以減稅喎。咁所以喺保守黨執政嘅時期咧，稅率咧係 G7 咧係最低水平。咁做生意嘅人咧，佢哋俾嘅稅相對嚟講係低啦，當然就唔夠愛爾蘭低啦。所以好多英國嘅公司嘅總部就搬咗愛爾蘭，尤其是科技巨頭搬咗愛爾蘭。咁令到英國個競爭力下降咗。但係喺歐洲嚟講咧，做生意嘅稅咧都相對仲係低一啲嘅，比起主要國家法國啊、意大利啊、德國啊，仲係低一啲嘅。咁你同瑞士、杜拜、新加坡、香港比啊，冇得比啦。嗰啲幾個國家係避稅天堂嚟噶嘛。但係英國咧，相對嚟講個稅咧都係彈性一啲嘅。喺歐洲嚟講，比起日本咧仲要略略低一啲，比起台灣都仲要低一啲嚇。咁係保守黨嘅時期。咁所以個好處就係咩咧？你係中產階級。你咧喺保守黨執政嘅時期，你好明顯啦，即使經濟唔係好增長，但係你嘅錢口袋都多喎，因為佢嘅稅咧相對係低一啲嚇，而且咧即係資產增值啊各方面嘅投資咧都仲係可以即係有一啲嘅利潤嘅。咁再加上咧，如果你係移民嘅你喺海外，譬如話你喺香港嘅層樓，喺新加坡有股票。
咁咧你就可以用 non-dom 嘅方法咧避開咗海外嘅收入嘅稅。呢個係保守黨10幾年，其實係過去200年嗰個歷史嚟啦。咁但係咧去到保守黨最後執政嗰幾個月，因為佢要跟從工黨嘅挑戰啊嘛，佢為咗爭取選民，佢就取消咗200幾年行之有效呢個 non-dom 嗰個政策，就係咧你喺海外嘅收入，即使你係香港人移咗英啦，只要你喺英國住夠一定嘅日子，你就要交呢個海外嘅稅噶咯。即係你香港收嘅樓，或者你香港股票，如果你賣咗去升值，或者啲藝術品你賣咗去升值，你就要交咧呢個資產增值稅。咁啊呢個亦都係令到好多香港人咧，因為而家有成10幾20萬嘅香港人移民咗嚟英國啊嘛，個 BNO Visa， 再加上咧居英權啊，同埋早幾代嗰啲移民啊，數十萬嘅香港人咧就係英國，佢哋就會跌入咗呢個稅網啊。嗰啲新界嗰啲原居民啊，係咪啊？佢喺英國住，但係香港有丁屋收緊租嘅，佢哋就要交呢個稅噶咯喎。咁啊，今次咧工黨係史詩式咁加稅，但係佢強調唔會對 working class， 唔會對一般人咧係徵稅嘅。咁啊，今次徵咩稅咧？就係中產階級。其實你以為佢唔對一般人徵稅咩？佢對啲僱主徵咗稅。咁啊，結果令到僱主成本高咗，成本高咗啦，佢點啊？佢咪縮減職位咯。咁所以你以為唔會對 working class 即係打工嘅人有影響咩？實際上咧一定有影響。而今次係第一年執政就加咗呢個300幾億嘅稅咯。如果第二、第三年咧，佢繼續咧用佢嘅哲學，就係要工黨嘅哲學係第二種完全唔同嘅概念嚟，就係要透過社會再分配，就係收咗好多稅啦，然後去投資。投資基建、投資起醫院、投資公路、投資高鐵。而家咧保守黨咧就話剎停咗高鐵噶嘛，佢而家話唔係，要恢復翻高鐵二線喎，仲要將高鐵二線咧殺入去倫敦市中心。哇！咁呢個係天價嘅數字嚟噶啦，將高鐵咧嗰個段落就要起喺倫敦市中心喎。咁呢個係天價嚟。而工黨咧亦都上台之後第一件事做咧，就係將鐵路國有化咗。咁然後將鐵路司機咧個人工由即係6萬幾磅咧，佢哋話加到9萬幾磅，最後就冇加到9萬幾磅，加到7萬幾磅啦。比起醫生啊，比起好多律師啊，仲要高好多喎。呢個嘅火車司機，咁啊，所以工黨咧就喺咁嘅情況，佢哋完全用咗第二個思維，就係要增加政府嘅投資。加強喺大學嘅開支啦，喺教育嘅開支啦，喺醫療嘅開支啦，公共交通嘅開支啦，創造 GDP 嘅增長，同埋咧佢成立一個類似好似大馬石咁樣啦，由國家主導嘅投資基金，話要700億英鎊去投資，真係唔係講笑，用700億英鎊即係投資，咁啊希望可以創造更多嘅 GDP 增長。咁所以咧呢一個財政預算一出咧，佢就冇好似保守黨嘅時期咧個 mini budget 啊，哇搞到咧市場大亂，因為佢講咗2個月啊嘛，所有人消化咗啦，講咗2個月呢個係痛苦嘅財政預算嚟嘅，咁所以今日咧出咗咧市場咧係穩定嘅，市場點樣穩定咧？我哋睇一睇咧2個最重要嘅數據你就知，第一個咧就係英鎊對美元啊，咁啊港元同美元掛鈎嘅，咁所以你見到啦，英鎊對美元咧雖然佢係跌到接近1個月嘅新低。接近新低啦，而家咧係10蚊對10蚊08仙，接近新低，就比起咧1個月前嘅高峰咧就10蚊4毫咧，而家跌咗唔少噶啦，其實已經咁跌咗，咁但係咧就冇災難式咁跌喎，當日嘅 mini budget 咧就一下咧就跌到落8個幾喎，由9個幾跌到8個幾，跌咗10幾個 percent。咁所以今日咧市場覺得係可接受，佢呢個嘅加稅，而且咧佢呢個加稅係可接受咧。咁啊，所以咧股市咧亦都唔係話太過震盪，因為冇市場預期咧佢加咁多嘅呢個資產增值稅。咁啊，而家英國嘅股市咧仍然係接近歷史新高嘅，係8150幾點。仍然係接近歷史新高，歷史新高係8200幾點啊！早係今年年中嘅時期，保守黨仲執政嘅時候，辛偉誠做咧，其實經濟係幾好嘅，最高啊8400幾點係歷史新高啊！而家就8100幾點，咁啊如果用1個月計咧，而家係跌到1個月嘅新低嚟㗎啦，咁啊工黨執政之後咧，股市係持續跌嘅，咁呢個冇辦法㗎，因為佢要增加呢個嘅 capital gain tax 嘛，買賣股票之後咧，以後嘅利潤就少咗好多。因為你賺到嘅錢咧，你都係要貼翻俾呢個嘅政府嘅，即係個好處就係政府可以多咗收入啦，公營嘅服務可能會改善嘅，但係個唔好處顯然易見咧，就係中產階級咧，佢哋以後嘅收益咧就會減少咗好多啦，所以股市咧就應聲下跌，capital gain tax
個新改革係會點樣呢？咁啊，而家咧，如果你係基本稅額嘅，即係你交緊你賺緊5萬幾磅年薪一年或以下嘅，咁咧你嘅 capital gain tax 咧就係10% 嘅啫，即係你賺個股票賺咗100蚊，你就要交10蚊啦。呢個係賺嘅喎，唔計個本喎。咁啊喺新嘅財政預算之後咧，就係18蚊啦。即刻咧以後買賣股票咧就要多咗8%就俾政府咯。如果你 higher rate tax 咧，咁你就慘啦，由20%原本你炒股騰訊賺咗錢，你就要交2成俾英國政府啦，就要改為交24%嘅 capital gain tax 喎。咁呢個咧係當然打擊大啦。咁而咧好多人咧係喺英國會買樓收租噶嘛。咁你買第二層樓咧，原本嘅印花稅係要額外交多3%嘅，咁而家就變成交多5%，而且咧第二層樓咧仲要 capital gain tax 嘛。你自住嘅樓唔需要資產增值稅啦，但係你收租嘅樓你要資產增值稅啊嘛。你隨時咧就要將你收租嘅樓賣咗，譬如話賺咗100萬，你就要拎20萬或者24萬，而家原本20萬，而家拎24萬出嚟咯，就要俾政府做 capital gain tax。所以呢個對中產階級係影響都好大，對富人咧影響相對細啦，因為富人咧而家就已經走啦，要離開英國啦。英國咧已經成為咗全球第二位富人咧去流失嘅國家，第一位係中國持續多年都係中國噶啦，第二位就係英國啦。咁所以富人咧就去瑞士啦。我識好多英國有錢嘅人就去杜拜、去瑞士、去新加坡、去香港都有啲嘅。咁就去嗰度定居，咁就逃避咗英國嘅高昂嘅稅額。而投資佢哋有錢嘅人係全球化噶嘛投資，所以就何必將全球嘅投資都要納入去英國嘅稅網裏邊呢？咁所以有錢人咧就一早已經部署咗走嘅。但係而家呢個咧就係對中產階級咧嘅打擊係極大。咁但係咧對窮人，咁因為工黨係 working class 嘅黨嚟噶嘛，對窮人佢梗係覺得有好處啦，表面上梗係覺得有好處啦。點解咧？因為咧第一時間咧即刻加咗呢個嘅最低工資啦，升到去12個幾啦。最低工資而家英國咧最低工資12個幾咯，一個鐘頭，即係等於82蚊、83蚊港紙一個鐘頭喎。咁呢個當然係犀利啦。咁但係個唔好處就係咧，譬如話佢今次就係要針對咗僱主要額外供款供呢個嘅 national insurance 喎。咁呢個就係令到咧僱主嗰個支出咧大增。當僱主支出大增嘅時期咧，佢只能夠係會削減員工嘅啫，同埋削減投資嘅啫。咁所以咧呢個就係亦都令到英國咧今日個債券就係價格下跌。即係長遠大家都睇衰英國做生意啊嘛。咁但係咧對 GDP 嘅增長咧係好嘅。而家咧IMF 佢哋都估計咧，英國喺工黨執政底下咧 GDP 每年增長可能咧會去到2%。咁中國都係4點幾喎。英國作為一個老牌嘅發展國家，去到2%嘅增長咧，中國係發展中國家4點幾，其實咧就相差並不遠嘅喎。咁所以咧喺呢個嘅工黨執政底下咧，預期嗰個 GDP 增長咧係會升嘅。咁但係 GDP 增長升就係因為咧頭先所講佢會起好多路啊嘛。咁好多嘅基建會起啊嘛，有700億英鎊嘅投資啊嘛，高鐵會延續啊嘛。國有化咗鐵路，咁可能啲鐵路公司又會想辦法起多啲新嘅設施，咁所以咧係會起喎。咁但係咧對個人收入咧就會跌啦，對個人收入就跌。咁個人收入會跌幾多咧？咁一啲嘅財政研究呢個 JRF 一個好權威嘅財政研究，咁即刻估計啦。喂，英國嘅人均居民嘅收入咧，以後以家庭為例，去到24至29年咧，係會持續下跌嘅，就變成每年增長只係得0.5%。而家保守黨執政咗10幾年咧，家庭嘅收入咧每一年咧係以1-2%，接近2% 嘅上升嘅。而保守黨以後咧就會0.5% 上升，即係 GDP 雖然會增長咗，但係咧可預期失業率係會增加喎。佢可以預期失業率係會增加，就係因為咧啲老闆營商環境係困難咗，所以佢哋就會縮減職位啦。呢個第一。第二，有錢人離開咗英國，所以咧變成咗當有錢人離開英國之後咧，佢哋消費力就會下降咯。所以英國咧喺未來嗰啲人嘅收入咧就會減少咗。雖然經濟增長咗，經濟增長係條數嚟嘅啫，但係實際上嘅人均收入咧係會減少咗。比起保守黨時期咧，減少幅度咧係會顯著嘅。呢個就係JRF 嘅估計啦。咁所以咧
工黨上台，咁你話因為佢今次增加咗好多嘅開支啊，包括呢個嘅退休金啊增加啦，呢個通用福利啊即係綜援啊又增加啦，咁所以咧唔做嘢嘅人咧係贏家嚟嘅，或者咧啲基層嘅人，你本身冇股票嘅、冇樓嘅、冇嘢投資嘅、冇畫嘅、冇藝術品嘅，你乜都冇嘅無產階級嘅，咁你又今次又係好似獲咗益咁啦，因為人工加咗啊嘛咁但係咧短期咁樣，長遠嚟講咧，可能你份工咧都會不保嘅。咁而咧其中一個咧令到法國同德國啊都震怒嘅措施，其實就係咩咧？就係私校學費啦。因為私校學費咧就係增加20%，呢個係歐洲咧唯一一個國家咧，或者歐美嘅唯一一個國家咧係對私校徵收稅嘅 VAT。咁點解咧？因為其實好簡單啫，你如果將仔女唔讀公立學校讀私校，其實你就對社會有貢獻喎，因為咧你就慳翻政府嘅支出喺英國咧，每一個學童喺公立學校讀書咧，佢嘅總成本一年大概要8000幾英鎊。其實你慳翻政府嘅8000幾英鎊喎，而俾一個學位俾有需要嘅人士，其實你應該鼓勵啲人讀私校先係噶嘛，人哋讀私校你應該俾啲稅務津貼佢噶嘛，喺其他國家就會咁樣噶。但係而家工黨上台就唔係啦，佢就針對私校學生咧徵收20%嘅呢個 VAT， 所以英國同德國政府就發咗聲明喎。喂，佢話你唔好咁啦。佢話點解啊？佢話因為有好多德國同法國人啊喺英國讀書嘅，係讀國際學校。嗱，國際學校同私校係唔同噶，你唔應該咧對埋國際學校徵稅嘅。國際學校咧就係嗰啲僑民即係法國人同德國人嗰啲仔女，咁喺度咧就讀翻法語同德語個學校。咁喺倫敦都有好幾間嘅咁其實你如果係要加稅，你就搞到咧好多嘅法國、德國嘅商人同埋外交家或者一啲 NGO， 英國倫敦係 NGO 嘅重鎮嚟噶嘛，佢哋就要將啲仔女咧搬翻去本國噶咯，甚至乎會將個基地搬翻去本國噶咯，因為佢哋嘅生活成本好高嘛。喂，你做 NGO 嗰啲人嘅人工唔係好高嘅啫，做嗰啲無國界醫生啊，嗰啲機構唔係好高嘅啫。但係倫敦本身就係歐洲嘅核心地段嚟噶嘛，咁佢哋嘅仔女就讀翻法語、德語學校，而家你又徵收佢哋嘅 VAT， 所以只能夠將嗰啲學生咧搬翻去本國而將嗰啲 NGO 嘅總部亦都搬翻去本國，嗰啲做生意嘅人亦都會咧因此搬翻去本國。咁所以英國同法國政府咧都譴責咗呢個嘅工黨政府將佢哋嘅 VAT 咧伸延到去國際學校度，認為咁係會破壞咗咧呢個英法同埋德國同埋英國嘅關係咁呢個咧亦都係即係工黨嘅思維啦。工黨嘅思維就係即時立竿見影收稅、填補赤字、收稅去擴大政府開支、收稅去做呢個長遠嘅投資。咁呢啲咧當然啦係好噶，你聽嚟講，但係現代社會就唔係咁樣噶嘛。現代社會啲人係會走噶嘛。你收咗稅啦，咁經濟萎縮咗，所以咧到底係咪可以填到個400億佢希望要嘅錢呢？呢個係懷疑嘅，因為你收咗稅，啲老闆咧就會縮緊佢哋嘅生意，縮緊佢哋嘅生意咧，佢哋就產生嘅利潤就會減少，產生利潤減少，你係咪可以繼續收咁多稅呢？而且嗰啲 capital gain tax 好似劉鑾雄咁，而家都放英國層樓9000萬英鎊你放咗有冇人接呢？冇人接嘅話，對英國嗰個經濟會有咩影響呢？啲有錢人走咗之後投資者少咗，咁其實咧，如果你問我咧，我覺得即係工黨同埋保守黨嗰個策略咧，當然啦，嗰個係完全唔同咧。一個保守黨係對中產同有錢人有利，工黨係對窮人有利。保守黨嗰啲係長遠有利，工黨嗰啲短期有利。大家個考慮唔同，但係我認為都有過時啦。如果即係俾我去管我就咁諗啦，你使400億嚟做乜嘢咧？係加嗰啲 NHS 人工加即係嗰啲火車司機人工。喂 ，NHS 人工係加得過啊，因為醫療真係必須噶嘛。而且英國嘅護士醫生嘅人工真係好低啦。教師咁你加嘅人工嗰個效益有幾大咧？呢啲都係上一個世紀嘅嘢嚟嘅。其實而家英國周圍都罷工。如果你有400億你攞200億出嚟咧，投資人工智能，將嗰啲職位咧大部分咧都可以無人化咗佢。即係譬如話政府官員海關嗰啲人員成日 check 資料 check 錯晒嘅，做好啲人工智能同電腦系統，盡量用呢個機械人咧代替人手，減少錯誤，製造社會更多嘅財富出嚟。咁亦都避免咗罷工。
佢啲道路管理嗰啲亦都係，機場邊境管控嗰啲又係，用機械人其實好多可以代替嘅。咁火車司機咧，你國有化咗，順便即係如果國有化咗俾我咧，就投資一筆錢去做無人駕駛啦。以後請人集中請技術人員啊、IT 啊，咁算噶啦嘛。火車司機可以免就免噶啦，其實中央控制、中央管理，用啲咁嘅方法，咁唔使俾佢成日搞罷工啦。你罷工唔係淨係罷工喎。你罷工係令到整個社會嘅財政係會損失嘅，你地鐵罷工、火車罷工，啲人翻唔到工或者街上面少人流，成個社會都會蕭條咗嘅。所以預期你收嗰啲錢愛嚟加佢哋人工不如投資將來啦。咁呢個就係我嘅建議。不過咧呢個加稅咧溫和嘅，坦白講係溫和嘅，同埋如果英鎊跌咧，即係對香港嘅家長咧，可能都係有好處嘅。英鎊跌，咁佢哋嘅仔女嚟英國讀書，咁咪可以慳翻啲錢啦。讀書咪即係平咗咯。呢個咧亦都係史詩式嘅加稅。我認為呢個係開端嚟嘅啫。因為佢第一年啊嘛，第二年、第三年佢發覺咧加咗稅之後收唔到呢條數咧，佢會想辦法咧就向 working class 或者其他階層咧去埋手啦。所以一旦工黨上咗台咧，呢條路咧就唔會翻轉頭，因為佢哋個財政哲學就係由佢哋去管啊嘛，錢不在你手。保守黨就藏富於民，有錢嘅人越有錢啦，窮嘅人佢冇富噶嘛，佢梗係藏唔到啦。但係中產階級同埋有錢人就好啊。保守黨執政，咁工黨就唔同，工黨咧就係錢在政府手，由政府再分配，政府再投資。睇下你覺得邊套好啦。而家結果英國人普遍咧都認為咧，投咗俾工黨之後咧即刻後悔。呢個就係我成日講民主在退潮，因為現代社會咧就係投票咧好容易受到輿論嘅波動所以變成咧投票嗰刻咧就義憤。唔係好似以前咁深思熟慮，以前咧嗰啲選舉工程嘅人咧要走到啲鄉村啊，親自同你傾啊，親自同你解釋佢嘅政策啊，咁你個思緒咧就會即係穩定好多嘅。但係而家咧就受到社交媒體影響，所以咧變成咗投工黨咧當日就好義憤啦，就覺得辛偉誠真係唔好佢老婆又億萬富翁自己去睇私家醫生仔女讀呢個嘅私立學校。咁我哋好慘咁所以咧投咗俾佢啦。結果咧而家後悔啦，而家結果施紀賢嘅民望仲低過辛偉誠，所以我認為民主退潮咧就同呢個社交媒體氾濫係有關。我自己嘅建議就係以後應該要改革投票制度嘅，就要2輪3輪投票，就投完票之後可能1個月有冷靜期，第一次係模擬投票。投完票之後有冷靜期，有第二次、第三次投票，要每一次都要過半數咧，嘅投票率咧先至成立嘅。而過半數嘅投票率裏邊咧，要過半數壓倒性勝利咧先至成立嘅。否則嘅話咧，即係譬如話有5個候選人，咁你篩盡3個，第2輪投票，第3輪投票篩剩最後2個，咁2個咪變1個咯。用咁嘅方法咧，啲人可以深思熟慮，認真睇佢嘅政綱啊嘛，就唔係好似而家咁咧，受到社交媒體一下子嘅風潮影響，咁結果喺 TikTok 啲人做下假新聞咁就好容易咧誤導咗啲人，所以而家英國人後悔啦，就發覺因為capital gain tax 咁要增加，呢個對佢哋好大影響。咁呢個嘅遺產稅，哇，遺產稅以前咧 pension。即係嗰啲退休金咧就唔會撥入去遺產稅裏邊嘅，而家就會撥入啦。咁但係對大部分英國人嚟講，佢哋冇遺產噶嘛，因為佢有35萬磅嘅遺產嘅豁免。如果你遺產俾夫婦就唔會收稅幾多錢都唔收稅俾仔女30幾萬磅以上就收稅。咁但係大部分英國人都冇30幾萬磅嘅遺產因為英國人嗰個思緒就係有錢就使咗佢，唔好益下一代噶嘛。但係所以呢個對一般人影響細，但係 capital gain tax 咧呢個對所有人都有影響，中產階級至少所有中產或以上都有影響。呢個你自己諗諗啦投咗俾工黨當日嗰啲人會唔會今日後悔？如果會，你話俾我知唔會你都話俾我知啦，好嘛？喺下邊留言。多謝大家，今日講到呢度，拜拜。